昨天晚上我们征婚群又吵起来了。哎呀，那有一个男士在群里发了个征婚信息啊，说自己今年是34岁，身高有个170吧，体重150斤左右，985本科，上市公司做管理啊，这一年税后有个15万左右。他呢就想找个性格好、工作稳定的女孩子。哎呀，那群里一发，有不少姑娘就问他呀，对学历、对工作有没有要求啊？哎，他说这个本科以上啊，事业单位优先。于是啊，就有不少女孩子应该是私下加了他。其中有一个女孩子呀，这32岁，在银行工作的，加他之后啊，就介绍了一下自己啊，表示自己很喜欢这个男士，想跟这个男士认识一下。哎呀，人男士一上来就问他呀，可以问个私密一点的问题吗？这姑娘呢就回复了一个很尴尬的表情包啊，然后就说了个可以。男士就问他谈过几个男朋友，姑娘说谈过4个。男士又问他呀，有过婚前同居吗？姑娘就说啊有，前任同居了半年。问他为什么分了呀？姑娘就说啊，这两人性格不合适，经常有矛盾，这男方冷暴力等等。哎，聊到这儿啊，这个男士接着又回复他了啊，觉得两个人不合适，他觉得呀，这婚前同居啊，他接受不了，女方不在，把这姑娘给气的啊，直接刷一下把聊天记录就给发群里去了，直接就生怼这个男士啊，怪不得娶不上老婆。哎呀，这群里就炸了啊，好多姑娘就出来了，指责男士啊，哎，你这什么意思啊？婚前同居怎么了？就不是好姑娘了？那你们男人自己还同居过，不也自认为自己是好男人吗？群里一看吵架了啊，有的人就劝和，哎，有的人就看热闹，包括我啊，不是，我是劝和的啊。男士这边呢就表达了一下自己的观点，我心里呢确实接受不了我老婆曾经跟别的男人一起同居过，我精神有洁癖，那是我的问题，有能看上我的呢我就好好对待，看不上我的那就找别人。说完这群里啊就开始有人站男方，对，我支持啊，婚前同居啊那不就是二婚了，吃住在一起，指不定都有过孩子了，谁都不愿意承担风险吧，不能找婚前同居过的。有人呢就站对立面，说这谈恋爱都是奔着结婚去的，这婚前同居的可以提前试婚啊，看看两个人的脾气性格合不合适，哎，夫妻生活呀合不和谐，这都可以避免以后因为这些离婚嘛。反正啊就是你一言我一语的，我看着看着我就睡着了，哎呀，一觉醒来群消息999，最后以男方主动退群结束了这场战争啊。这个婚前同居我以前就跟你们讲过，我这个人不爱讲鸡汤，我就很愿意给你们讲现实层面的。很多男人女人来找对象的时候啊，除了那些有处女情节的，特别要求我要找处子之身的，大多数啊都是不想找有过同居史的。男方考虑比较多的就是同居的时间越长啊，这女方啊有可能怀过啊，其次就觉得女方不在，心里很难接受自己老婆曾经跟一个男人共同生活过。而女方呢也有很多同样接受不了有同居史的男人，觉得男方你对感情太随便了，为了满足一己私欲啊，提前过婚姻生活。所以说呀，这婚恋市场上他不管自己有没有过这个同居史，基本都很介意啊对方啊有同居经历的，大家都去选择刻意的去隐瞒。这有人就说啊，哎呀，这情侣之间平常相处的太短嘛，没办法了解两个人生活习惯，性格是否磨合，想要婚前试婚，觉得合适呢就结，不合适啊也不用离婚，直接分手，成本很低啊。先说我自己的观点啊，仅代表我自己，我可不想被网暴，我是不支持婚前同居的。爱情啊它本身就有滤镜，你是对未来有幻想的，但是在一起生活之后，你会发现啊一地鸡毛，过早的去暴露出自己的缺点，会让你们的感情快速终结的。你有同居史啊，不论男女，你步入婚恋市场都会被嫌弃，那个时候你就没有话语权了。哎呀，如果有人认为只有和对方同居才能够了解其为人的，那我真觉得你不够聪明。人品是通过他的行为表现出来的，而不是通过同居。性格的磨合也不是通过同居，而是互相理解和包容，学会自爱，保护好自己，才会让别人值得尊重你的。当然呢，每个人理念不同，求同存异嘛，我们也不要去拿道德标准去随意的去攻击他人。有过同居史，你接受就继续谈嘛，不接受就各生欢喜，不对别人口诛笔伐，那才是成熟。我们改变不了任何人，我只能保护好自己啊，所以我不接受婚前同居。再会。本期视频仅仅讨论一小撮部分女性捞女，我在这行做了有10多年啊，是不是捞女一眼就能分辨得出来？今天给你们一次性讲清楚什么是捞女，她们各自的段位以及一些特征啊，大家可以做个分辨，生活当中一定要避雷。在中国当下婚恋市场上面，绝大多数女人对婚姻的需求啊，大多数啊都是精神满足以及物质保障。所谓的精神满足就是我要找一个有眼缘的，对我好的，自己喜欢的嘛。物质保障是觉得我要和你结婚，你要有车有房有年收入，才能够保障家庭的稳定。这是婚恋市场上面大多数很正常女人的择偶要求。而捞女啊，顾名思义啊，它的目的性很强，只有一个字，捞。它要求你能够满足她的物质需求，喜不喜欢你这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啊，你能够给她带来她想要的就是钱。捞女是很善于利用情感关系来获得利益的。
我们举个例子啊，一个普通的女孩子，她会因为你不陪她、不安慰她，觉得你不关心她而对你提要求，表达自己的各种不满。而捞女的关注点只会让你不停的去花钱转账，不然她就会生气。那你呢，只能用钱来解决。他们将感情和物质分得非常清楚，有时候会特别熟练的将各种领悟来的这些路数使用在多人身上，俗称养鱼，以实现利益的最大化。捞女呢，我简单给大家分下类，我说的不一定全，但是经验足够多嘛，可以给大家一个参考。我就把它分为初级、中级以及高级啊。初级捞女这种往往目的性没有那么强，主要就是贪，他们会善于利用男人的喜欢而去贪便宜。这类往往在认识的初期不拒绝不同意，经常要求男方带他吃一些高档一点的饭逢年过节要个礼物、红包等等。一到确认关系的时候就拖拖拉拉，就这么爱吊着你。初级手段没有那么高明，他们一般就是贪你东西。你只要不给，就会对你态度特别不好，这种很好辨别，就是你在追他的过程当中，你给他花钱，他就会很开心，不花他就不搭理你。我曾经遇到一个很 low 的初级捞女，她长得很不好看，但是总有人愿意买单嘛。刚开始认识的时候，连外卖都得跟男人要，你是穷的连饭都吃不上了吗？我就特别看不上这种，所以没确认关系，不停的跟你要礼物、要红包的这种一定要放弃。中级捞女往往比较漂亮，你想想人家没点外貌资本，人家怎么捞他们擅长玩的是暧昧，调动你的情绪价值，感情经验丰富懂男人想要什么，让你感觉是忽冷忽热，而且懂得拉扯，给男人一种希望，让人觉得是有戏时常故意去靠近你，让你觉得是若即若离。当你忍不住向他表露心迹的时候，他却会拒绝你。可是该收的礼物一样不落，手段比初级那是高明多了。他也很关心你，让你觉得很真诚，在这条爱的路上面不停的去引导你，有选择的对你说一些真心话，然后感动之余呢，慢慢的就会让你沉迷其中。不能自拔的男人就会疯狂的给这些女人花钱，他们却从来不愿意或者很少给你花钱。他们比初级捞女那可聪明多了，会给你一些小恩小惠，给你一点希望，让你能够继续付出。尤其是在一些特定节假日到来之前，情绪不好失落等等各种理由需要一些红包安慰。而初级捞女往往态度就不咋地了，你喜欢我你自愿嘛。这高级捞女一般男人呢是没有抵抗力，尤其是那些好色的，他们往往都是非常漂亮的，可以满足男人的性幻想。那朋友圈的照片呢，拍的是又纯又欲，哎呀，屁股和胸总要有一个对着镜头，配文呢都是仰望45度的忧伤。没事呢都会晒晒健身房、美食、下午茶，空了就要去做做保养整个医美。他们高明在哪里特别会装傻、装清纯、装柔弱，在你面前呢是毫无保留把自己的弱点展现给你看，哎呀，动不动就要哭一哭然后激发起你这种保护欲和拯救他之后的成就感。先把自己的这些柔弱的点完全暴露给你，让你知道他现在是脆弱不堪的，然后就会引导你去安慰他，给他一些细心的温暖，这样他就能够准确的抓住你的把柄。一般男的没有得到女人这一套对待的，通通乖乖就范，为他鞍前马后，然后他会慢慢的在引导你付出，制造沉没成本。金钱就是捞女制造的沉没成本，男人前期投入越大，他越难离开捞女。这类女人他们重点瞄准的是部分中产男，他们是中产男眼中的白富美。有些中产男会下血本去追求捞女，并且诚心的去求婚。高段位的捞女也会与中产男去结婚，前提是房子加名、豪车、彩礼，这是捞女的融资型婚姻。即使你付出了再多，大概率最后也会面临各种分手。他们会为了分手时将情感的包袱甩给男人，必然会找出男人的弱点进行精准打击。当男人还在失意的牢笼当中自怨自艾的时候，他已经开始准备往另一个人的怀抱当中走了。现在婚恋市场上还有一条灰色的产业链，就是教女人如何做捞女。那些一个月让男人给他们花30万的女人来做老师各种课程、各种话术，他们教学的第一步就是筛选，要在初期让男人主动给你花钱，不给你花你就不开心，这段关系就及时的去断掉。你想要分辨出来捞女就记住一条，他们从来都是奉行金钱至上的原则，没有了金钱的供给那自然而然就悄然而去好的感情不会只围着钱来去赚的，人家好姑娘会明事理不舍得给你花钱，懂得礼尚往来知分寸，或者不喜欢你会尽快拒绝。爱人先爱己，责人先责心人这辈子你会遇到的人很多的，不对的人及时撤退，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的。宝，再见。相亲这个圈子，落花有意，流水无情，那是常态。有一个男孩子给我打电话，老师我不活了我用我那赤诚的真心追了相亲女1年了，结果人家结婚了，相亲对象不是我呀。嘿嘿，生活那些事从来不按照剧本走，
你想不到的多了去了。哎呀，大家伙都问我干啥去了，我去旅游了，做这行业高危啊，我再不旅游啊，血压都绷不住了。有一个男士95年的，算是小中产，条件不错，一线城市是有车有房。哎呀，相亲认识了一位98年的姑娘，长得那是条好颜好啊，从条件上来看呢是远不如这个男士的，但奈何呀，人这男士见了第一眼热血澎湃，十分喜欢。男士是个老实人啊，就知道喜欢对方就应该真心的对这姑娘好就可以了。话说呀，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一追呀就是大半年。男士是花呀月月送，饭是周周请，不定时的搞点小惊喜，送点小礼物啥的。但凡这姑娘有个屁大点的不舒服，哎呀，这男士立马驱车送医院呀。哎呀，就怕去的晚了，人在康复了。就这么细心呵护了好几个月啊，男士终于鼓起勇气，自信满满，问这姑娘：“你可以做我女朋友吗？”哎呀，人姑娘说呀：“你人太老实了，总是对我嘘寒问暖，我不喜欢你这个类型的，我喜欢情商高的。”哎呀，这给男士给打击的啊！想着我的条件很好啊，有车有房还有商铺，为啥就不喜欢自己呢？于是呀，加大力度开始亲自做饭，装盒饭里，每天去给这姑娘送去。哎呀，人家呢是坚决不要他来，他就中午订外卖，晚上订专车，想要的都满足。哎呀，一般人呢早就被感动毁了吧？但这姑娘呀，却总是不冷不热的态度，发信息呢也回复，但就是不主动。哎呀，约他也出来，一表白就说俩人不合适。你说你不合适吧？男士请你吃饭你还出来，送礼物你还照收，就是一副养鱼却不想喂鱼的样子。上个周两人认识了1年了，这男士原本想整个认识1周年纪念日，给个惊喜再表白啊，还没等过呀，他又在这朋友圈里刷到了这个姑娘订婚的照片，那配文呢很感动啊，感谢一路相伴呀，正式官宣以后人生就有你了。搁谁不生气啊？那蹦高的给这姑娘不停打电话呀，人姑娘直接不接，发各种信息给他呢，开始是不回，后面直接给拉黑了。哎呀，气的这男士第二天就去单位找他去了。这姑娘见没躲过去直接就跟他说了，我不喜欢你，我跟你说过了，你自愿追我跟我没关系，那我订婚这事儿也跟你没关系。男士听了就反问拒绝我为什么还要收我的礼物？人家姑娘就说呀，做朋友是可以收的吧。好了，那男士回家痛哭流涕就是想不明白为什么不喜欢可以拒绝的彻底，非要给点希望，搞得跟欲擒故纵一样，打击来的太突然了。哎呀，就问我怎么办？我咋办？哎呀，默哀1分钟吧，祭奠那没盛开的爱情。有的人相亲真的，一遇到喜欢的就去追，各种好的去付出他认为时间长了，对方一定会因为他的好喜欢他。造成这个局面的关键，你要看你的真心值不值得，能不能满足对方的需求换句话来说，你要看你自己付出的好是不是对方喜欢的。有的妹子喜欢帅哥，你虽然有钱，但是你不帅她就是不想搭理你。有的妹子喜欢强壮的，你虽然长得帅，但你瘦的跟个鸡崽子似的，她也不想搭理你。有的妹子她就喜欢有钱的，你对她再好性格再稳重，没钱她也不想搭理你。感情这个事情爱是不一定能换回来爱的，你的爱再好，像金子一样好，对不起，人家就不需要，他又不喜欢。这个道理是非常非常简单的，但有些人就是听不懂。人呢都有执念，他越想得到这个东西他就拼了命的去提供他能提供的价值。那对方呢，你给他好处，他又陪你玩一玩，他越玩越轻松，你越玩越深，到最后你什么都提供不出来了，他拍拍屁股走了，你天塌了。我反反复复的跟你们强调很多遍，爱情永远都是选择大于努力，方向反了就很容易引火自焚的。武大郎咋玩死的？警钟长鸣兄弟们。再遇到这种情感问题你要想不明白不怕我怼你就来找我，当然我也有时候很温柔。